各位看官，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大城市，结果一下地铁，哎呦喂，那味道，那景象，简直能把人吓得倒退3步。列车呼啸着进站，轮子跟铁轨摩擦出尖锐刺耳的声音，空气里混杂着潮湿、铁锈，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味。月台上，有人大大咧咧地跨过闸门逃票，有人旁若无人地躺在长椅上呼呼大睡。车门一开，一股霉味、汗味、食物味立刻扑鼻而来，地板黏黏糊糊，墙上是涂鸦和破损的广告，连扶手都让人不敢碰。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这可不是什么末日电影的场景，而是每天上百万人生计所系的地方。美国纽约的地铁是不是跟您想象中那个光鲜亮丽的纽约完全不一样？对于在纽约地铁系统工作了几十年的资深工程师来说，这早就不是什么稀奇事，而是他们的日常。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个拥有100年历史、承载着数百万人次的钢铁巨兽体内，和永无止境的延误、层出不穷的故障、永远清不完的脏乱搏斗。在他们看来，地铁的本质就是混乱，而且必然是肮脏的。这似乎是所有世界级大都会都无法逃脱的宿命。现在我们把镜头切换一下，如果这样一位看尽了地铁百态的纽约专家，带着一丝专业的，甚至可以说是傲慢的怀疑，踏上了台北的土地，他此行的目的是来考察一个在国际上获奖无数，甚至被誉为世界级地铁典范的系统——台北捷运。他心里肯定想着，典范，撑个几年就不错了，20年还能维持，别开玩笑了。毕竟他见过太多华而不实的公共建设，深知在庞大的人流压力下，要维持一个地铁系统的洁净与效率是多么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当他刷开悠游卡走进捷运站的那一刻，他愣住了。眼前的景象不只是惊讶，更是对他数十年职业认知的一次猛烈冲击。您敢相信吗？车站的地板光亮的能清楚，反射出天花板的灯光简直就是一面镜子。空气里没有任何一丝奇怪的味道，反而是一种淡淡的清新感。墙面、扶手、玻璃，所有您看得到、摸得到的地方都洁净的仿佛昨天才刚刚启用。更让他震惊的是，当列车滑进月台时，几乎是无声无息，而且时间1分不差。月台上的民众全部井然有序的在划定的线格内排队，车门一开，先下后上，整个过程安静又迅速，没有人推挤。这不可能。这样的赞叹几乎是所有初次体验台北捷运的国外专家的共同反应。他们甚至会做出一些在本地人看来很奇怪的举动，比如蹲下身，用手指划过地面，然后看着一尘不染的指尖，满脸的难以置信。他们看着那些安静排队的民众，看着那些穿梭不息却始终干净的车厢，心中冒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台北捷运，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每天承载超过200万人次的巨大系统，为什么能够抵抗时间的侵蚀？20多年来，始终维持着这种近乎令人发指的干净与效率。这个问题不只是这些专家的疑问，也是全世界许多城市规划者和普通游客的共同好奇。而这个答案就藏在那些我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却足以让外人惊掉下巴的魔鬼细节里。这是一套由近乎偏执的严格规定，一支神秘的隐形军团，超前部署的人性化设计，以及最重要的一种已经内化成 DNA 的高素质公民文化，共同打造出来的精密城市系统。甚至就连一块小小的地砖都可能藏着让以细节著称的日本人感到崩溃的秘密。好，要解开台北捷运的洁净之谜，我们首先必须搞懂它背后那套几乎可以说是洁癖等级的防脏哲学。这套哲学的核心思想不是等弄脏了再来扫，而是从源头就杜绝一切变脏的可能。这一切都始于一条所有人都刻在心底的铁律：在捷运黄线区域内禁止饮食、嚼口香糖或槟榔。如果您违反了，罚单可是从新台币1500元起跳，最高可以罚到7500元。这条规定看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它却是维持捷运洁净的第一道，也是最坚固的防线。许多国外来的旅客
特别是那些习惯在地铁上解决早餐的欧美人士，对此最初都感到不解。他们会问，如此严格的规定，难道不会引起民怨吗？陪同的北捷人员通常会笑着回答，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当然，在政策刚推动的时候，一定会有阵痛期，会有人抱怨不方便。但是，当所有人都开始享受到一个没有食物碎屑、没有打翻的饮料、没有恼人气味，更重要的是一个没有蟑螂老鼠出没的乘车环境之后，大家的心态就从被迫遵守规定转变成了共同维护荣誉。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有人真的不小心在车站里拿出了食物，通常根本不需要站务人员出面，旁边的乘客就会用一种友善但坚定的眼神或语气提醒他，这里不能吃东西哦。这就是禁食令真正的威力，它早就不只是一条冷冰冰的法规，而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塑造出了一种强大的集体荣誉感。捷运的干净变成了所有市民共同守护的骄傲。这道看不见的社会契约比任何罚款都更具约束力，它从根本上就杜绝了90%以上的潜在污染源，这让后续的清洁工作直接从困难模式变成了一般模式，事半功倍。当然，光靠规定是不够的，在捷运系统的背后还藏着一支庞大、高效而且极度低调的清洁军团。他们就像一群城市的幽灵，总是在人们最不注意的时刻，用快到不可思议的效率，把整个系统运转1天后留下的所有痕迹全部抹得一干二净。这支军团的工作模式简直可以写进教科书。首先是随车清洁，每当列车抵达像淡水、南港、展览馆这样的终点站，所有乘客下车后，在列车准备折返的短短几分钟内，好戏就上场了。您会看到好几名清洁人员像特种部队攻坚一样，瞬间冲入车厢，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分工合作，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地板的擦拭、窗户的清洁和所有垃圾的清运。等下一批乘客上车时，他们面对的又是一节跟新车没两样的车厢。这还只是开胃菜，当捷运结束1天的营运，车站大门拉下的那一刻，真正的战斗才刚开始。这时候，数百名清洁人员会对车站的每一个角落进行地毯式的深度清洁，高压水枪会用来冲洗地板和墙面，专用的清洁剂会拿来擦拭售票机、闸门和每一个扶手，甚至连天花板的通风口、轨道旁边的缝隙，这些您平常根本不会注意到的地方，他们也绝对不会放过。列车全部开回机场，进行更深度的内部清洁、消毒和全面性的维护。而在白天的营运时间里，清洁人员更是以极高的频率穿梭在车站的各个角落，随时处理突发的脏污。比如有人不小心打翻了饮料，他们会立刻出现。他们还要确保厕所永远保持洁净，而且备品充足。尤其在疫情之后，对于像是电扶梯扶手、电梯按钮这些高频率接触的点，消毒工作的频繁程度更是达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这种高强度、高频率、全覆盖的清洁模式，确保了整个捷运系统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藏污纳垢的死角。一位来参观的国外专家在看完了午夜的车站大清扫作业后，他感叹地说，他们不像是在清洁一个车站，他们更像是在维护一座精密的仪器，或是一间每天都有数百万人次参观的美术馆。除了铁血的规则和超人般的清洁团队，台北捷运从一开始就把容易清洁和不容易显脏的理念刻进了它的 DNA 里。在硬件设计上，车站内部大量使用了平滑、无孔而且非常耐磨的材质。举个例子，地板大多是花岗岩或者是高品质的瓷砖，这种材质本身就不容易卡脏污。墙面呢，很多地方用的是烤漆、钢板或大型面板，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缝隙。没有缝隙，灰尘和污垢就无处可藏，清洁起来也超级方便，抹布一擦就干净了。你有没有发现，捷运站里的垃圾桶数量其实不多，而且很多都是透明或半透明的设计？这背后其实有双重考量，第一是为了安全防爆，让可疑物品一目了然；第二，也让垃圾桶满了的状态能被轻易看见，方便清洁人员及时处理，避免垃圾满溢出来的窘境。还有一个很多人可能没想过的关键设计，月台门。
月台门的设置当然首要功能是保障乘客的安全，防止意外坠轨，但它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附加好处，就是它有效地阻挡了隧道内因为列车高速行驶而产生的粉尘和废气，这大大减轻了月台区域的清洁压力，也让车厢内的空气品质好上不少。这种从设计的源头就为洁净这个最终目标服务的理念，让整个维护体系从规定、人力到硬件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如果说洁净是台北捷运让人惊艳的面子，那么效率就是它真正的里子。这种效率体现在系统的每一个细节里，把时间就是金钱这个都市法则演绎到了极致。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惊人的数据，台北捷运的行车准点率常年维持在 99.9% 以上，您没听错，是 99.9%， 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近乎完美的数据。而这背后靠的是一套被称为通讯式列车控制，也就是 CBTC 的行车监控系统。您可以把这套系统想象成捷运的最强大脑，跟传统那种一段轨道只能有一班车的固定式控制系统不同， CBTC 这套系统可以让行控中心跟每一辆在线上跑的列车进行及时的双向通讯。行控中心能精准掌握每一辆车的确切位置、速度，并且可以随时对它下达指令。这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列车之间的运行间隔可以被压缩到最短。在尖峰时段，像板南线这些核心路段，班距可以缩短到2分钟以内，但同时又能确保绝对的安全。一旦系统侦测到任何微小的延误，比如说某个车站上下车的人特别多，耽误了几秒钟，这个最强大脑会立刻计算出最佳的调整方案，让后续的列车自动进行微调，用最快的速度把这几秒钟的延误给吸收掉，完全不会影响到后面的班次。国外的交通专家在参观行控中心的时候，看着那个巨大的荧幕上数百个光点，各自代表着一辆列车，像雪花一样在复杂的路网中高效又有序地流动着，都感到非常震撼。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在很多城市，一次小小的信号故障就可能导致整条线路瘫痪好几个小时，但你们的系统不是在处理问题，它是在预防问题的发生。然而，再厉害的系统终究也需要人的配合，而这一点恰恰是台北捷运最让外国人津津乐道的排队文化。在月台的地面上，那些清晰画出的蓝色排队线早就成为了台北捷运的一个文化标志。乘客们会像被植入了某种城市芯片一样，自动自发地在线内排成一列。但更重要的是那份不需要言语的默契。当列车到站，车门一打开，您会看到一个神奇的景象，原本排成一列的队伍会像摩西分红海一样，自然地向两侧稍微退开，让出一条中间的通道，静静地等待车厢内的乘客完全下车后，再依序从两侧进入车厢。整个过程安静迅速，没有推挤，也没有争先恐后。这短短10几秒的上下车仪式，却是把列车在车站的停留时间降到了最低，成为了维持高班次、高效率运行的重要基石。相比之下，很多国际大都市的地铁门口，那种下车的想挤出来，上车的想冲进去，一片混乱的场面，在台北捷运几乎是绝迹的。效率的提升还体现在支付和转乘的无摩擦体验上。一张小小的悠游卡，或是现在整合在手机里的电子支付，它不仅仅是打开捷运闸门的钥匙，更是打通台北整个公共交通任督二脉的神器。用它，您可以无缝转乘公车，租借 U-Bike 微笑单车，搭乘渡轮，甚至在遍布全城的便利商店、超市、咖啡店进行小额消费。这种高度整合的支付生态系，让市民和游客的出行变得极其流畅。您不需要为了搭不同的交通工具准备好几种票卡，也不需要为了找零钱而烦恼。而转乘优惠的设计更是鼓励了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这种一卡在手、畅行无阻的体验，是许多还在为不同交通系统票务整合而头痛的城市望尘莫及的。如果说捷径与效率是台北捷运可以被量化的硬指标，那么真正让它从一个交通工具升华到艺术品层次的，是那些体现了人性化思考，甚至带有一点禅意的设计细节。这些细节往往在您最需要的时候，发挥出意想不到的贴心作用。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据说连日本人都会为之崩溃的地砖之谜。
日本，特别是东京的铁路系统，以它极度的复杂和逼近极限的效率而闻名。但同时，像是新宿、涩谷这些如同巨大迷宫的车站，也让无数的游客，甚至是日本人自己闻风丧胆。曾经有一位日本网友就在论坛上发帖哀嚎说，在新宿车站，我感觉自己像一只永远找不到乳酪的白老鼠。但是在台北捷运，特别是像台北车站这种无铁共构的巨型枢纽，却很少让人产生那种严重的迷路感。为什么？秘密就藏在我们每天踩踏的地面上。许多国外旅客在导览员的指引下，才终于发现了这个不能说的秘密。这指的并不是专门为视障人士设计的黄色导盲砖，那个是国际通行的标准。台北捷运的魔鬼细节在于一般地砖的微观语言设计。以台北车站为例，不同颜色、不同铺设方向的地砖，其实都在悄悄地向您传递讯息。负责引导主动线的地砖，它的铺设方向会跟您人流前进的方向保持一致，在视觉上形成一种延伸感和牵引力，让您不知不觉的就会跟着砖流前进。当您准备要转乘某条路线时，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您会发现地砖的颜色会开始慢慢融入那条路线的代表色。比如说，您要去转乘蓝色的板南线，您会发现地面的地砖开始出现一些蓝色的方块或线条。您越靠近转乘的闸口，这种颜色的暗示就越明显。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潜意识引导。在您还没看到头顶上的指标之前，您的大脑其实就已经接收到了蓝线在附近的讯息，甚至通往出口或是洗手间的地面，它的地砖材质或纹理可能会跟主通道略有不同。您脚步踩上去的感觉和声音会产生微小的变化，这也是一种不容易察觉却非常有用的空间提示。这套地砖语言学是一种不需要您主动思考的笨蛋设计，它透过视觉和触觉的细微变化，在潜意识的层面为您导航。当那位在新宿迷路的日本网友得知这个秘密之后，他在论坛上留下了那句经典的评论：原来如此，我们在新宿活该迷路，因为我们的地砖只会保持沉默。除了地砖，台北捷运的指标系统本身就是一本教科书级的典范。它遵循着几个黄金法则。第一，每条线路都有它固定的代表色，这个颜色会贯穿所有跟这条线路相关的指标、地图、月台、装饰，形成强烈的视觉记忆。第二，资讯的连续性。从您踏进车站开始，关于您要搭乘的线路、方向、月台位置的指标会在您的视线范围内连续不断的出现，您绝对不会走到一半发现资讯断点，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第三，出口资讯超明确，每个出口都有清楚的编号，并且标示出周边重要的道路、建筑和景点。更重要的是，车站内的平面图和墙上的街道图，它的方位是跟您站立的实际方位保持一致的，也就是上北下南。这大大降低了很多人一出站就转向的几率。这套写给路痴的温柔情书，确保了绝大多数人都能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轻松找到自己的目的地。台北捷运的人性化还体现在对各类族群无微不至的关怀上。所有的车站都设有电梯、无障碍厕所和加宽的闸门，月台和车厢地面的高度几乎完全齐平，这极大地方便了使用轮椅和推婴儿车的乘客进出。列车到站的广播会依序使用国语、台语、客家语和英语4种语言，确保了不同族群的需求都能被照顾到。在一些比较开阔或是人流较少的车站，月台还特别划设了夜间妇女候车区，这个区域加强了照明和监视器覆盖，而且位置通常会靠近站务人员的值班室或紧急对讲机，给予深夜独自回家的女性更多的安全感。这些看似额外的设计，恰恰构成了台北捷运最温暖的核心。它传递的讯息是，在这个空间里，每一个人的需求都值得被尊重和看见。在分析完所有的硬件、规则和设计之后，我们终于触及了台北捷运成功的真正核心，那个看不见却最强大的引擎——人。这个人既包括了那些训练有素、尽忠职守的捷运员工，也包括了每一位将捷运视为自己家延伸的普通市民。许多国外专家在考察报告中都会写下类似的结论：我见过比台北更豪华、更先进的地铁系统，
但我从未见过一个系统与它的使用者之间存在着如此和谐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源自于一种深植人心的公德心与荣誉感。市民们不仅仅是捷运的使用者，更是共同维护者。他们会主动维持捷径，会自发排队，会友善提醒违规的人，会礼让给有需要的人。因为在很多人的心中，捷运的形象就代表了台北的形象，甚至代表了台湾的形象。而捷运公司本身也透过各种方式在不断强化这种伙伴关系，例如定期举办捷运文化节，发行设计精美的纪念票卡，在车站的公共空间举办艺术展览等等。这些举措都在不断地告诉市民，嘿，这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是我们共同的文化生活空间。当一个公共系统不再需要依靠无所不在的监视器和严厉的惩罚来维持秩序，而是靠着绝大多数使用者的自觉与自豪时，它就达到了管理的最高境界。行程的最后，许多来访者会选择站在台北101的观景台上，俯瞰着这座城市。在地平线下，一列列的捷运列车就像红血球一样，在城市的血管里安静而高效地奔流着，为这座超过700万人口的大都会输送着源源不绝的生命力。到这里，他们终于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台北捷运为何能20年不脏？因为它有一套从源头管理、滴水不漏的洁净哲学和一群将维护洁净视为己任的市民。它为何如此高效？因为它有世界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和一种已经内化到骨子里的排队与礼让文化。它的设计为何如此贴心？因为它的建造者们从一开始就将人的需求放在了所有冰冷的技术指标之上，用无数个看似笨拙却充满智慧的细节化解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焦虑与迷惘。就像一位专家在感谢信中写到的，你们不只是在营运一个地铁系统，你们在经营一种信念，相信透过精心的设计和共同的努力，一座超大型的城市可以拥有世界一流、兼具效率与温度的公共生活。这张流动的城市名片不仅让台北骄傲，也为全世界的城市提供了一个值得奋力追求的梦想。是的，下一次，当您再度踏上那光洁的月台，听见列车进站的熟悉旋律时，或许可以骄傲地知道，您正身处于一个由你我共同创造，并且每一天都在向世界无声地展示着美好风景的一个奇迹之中。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听完之后，台北捷运最让您佩服的是哪一点呢？是1，令人发指的捷径，还是2，准到像怪物的效率，又或者是3，暗藏玄机的魔鬼设计？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您的数字吧。如果您也觉得它很棒，或者从今天的影片中又了解到了新东西，别忘了给这支影片一个赞哦。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